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2月26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还是要提醒大家把订阅先点好，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昨天提示的特斯拉的买空期权又是4倍。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美股市场昨天又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那微软突然宣布关闭2个数据中心。特斯拉呢，销量争议不断，而英伟达的财报倒计时引爆全网的一个关注。这一切的连锁反应，直接把纳斯达克指数砸出3连跌，科技股集体崩盘。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这场风暴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是抄底机会还是逃命信号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呢，我们要分享4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一下纳指19000点它有没有很踏实的一个位置。第二呢，Meta 的买点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第3点呢，是英伟达的一个股价，它现在目前呢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一个状态。那么第4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它的暴跌买空期权怒赚4倍是如何做到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么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明晃晃的一个大阴线，而且出现了一个跳空的缺口。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其实已经连续的一个3天去讲解它的一个大阴线是如何出现的。那么这一根阴线呢，就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此前 Lucy 有讲过，去预判它这个位置接下来将会出现的一个行情是什么样子。现在呢，已然纳指给我们已经呈现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历史上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一根阴线穿掉了3根均线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接下来大概率就是会走这样的一个行情。这里可以做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展示。所以说我们预判的它19000点昨天就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目前呢，我们就要去向前看，因为我们已经预判了它的一个回调的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知道它在哪里会出现止跌。那首先呢，我们昨天是在这个位置呢去画了一根箱体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是怎么取点的呢？我们向左看最近期的这里出现过一次低点，而且呢这一天低点是回踩了一下子，出现了一根阳线，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止跌的一个信号。就当下而言的话，昨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过山车行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下面这根下影线呢是挺长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影线的这个距离跟它的实体呢几乎是1:1的一个走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19000点这个位置呢短暂的被跌破了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弹。那么带动反弹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是亚马逊和这个 Meta。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看到其实有一些科技巨头呢它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看好了，它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一个情绪释放完毕之后的一个反弹。那么反弹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它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出现一根绿色的一根 K 线。那么这样的标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在此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K 线，那才算是反弹的一个迹象确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势必要关注一个股票，那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只？可以打在你的评论区。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只股票就是英伟达。所以呢，我们其实今晚要关注的就是一个是纳指的一个走势，还有一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财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真正的出现了这样一个阳线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短期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说判断它只是一个反弹，如果说有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线的话，也只是一个反弹。那么小小的反弹的话，就要做好一个离场的一个准备，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策略。那么这是纳指，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从 MACD 来看的话，它现在出现了一根向下的，而且因为这根红色的线很长，说明它向下的一个动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如果出现反弹的话，也仅仅是因为这个位置比昨天稍微短一点的这个红色的线，它有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纳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周线的走势图。当然现在呢这一周还没有过我们先看一下当下现在周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那么本周的话，应该还有3个交易日。那么3个交易日的话，一旦它现在出现了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它很容易就会什么？就会像这个位置一样，它来到了这根紫色的趋势线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看当下啊，它这个位置是已经跌破了这根黄色的线啊，这根黄色的线是短中期的一个均线。那么如果说它还是像此前上个星期五出现的这样的一根大 K 线啊，而且是把这个2条线跌穿了的话，那这就非常难看了。那它向下的一个动能的话就会比较大，英伟达的一个财报能不能救它就比较关键了。这个是周线的一个走势图，所以说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一个对待。这个是纳指的一个走势。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一个走势是什么形态的。首先呢，就来说一下 Meta 呢，刚才 Lucy 也说了啊，它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走势是怎么看的啊？首先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下影线，昨天也是一个过山车的走势，而且这个下影线啊是很长，但是我们看它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这根紫色的线的这个位置。此前这个位置是 Lucy 预判到的这个646的这个附近，它其实是一个61.8%的一个预测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它还是这根趋势线的一个位置，这就什么？有一个2点的一个共振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共振呢，接下来它其实在这个位置 ，Lucy 说它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所以它才会留下一个长长的一个下影线，而且此前 Lucy 的视频有看过的小伙伴就知道，我们61.8%这个位置是早在上周就已经测出来的一个位置，但是很快啊，这个速度就已经达到了。前一天 Lucy 是有建议过去做一个 buy put 的期权呢，是对冲一下，但是昨天并没有建议啊，也是因为预测到了它这个位置有可能出现反弹，那么昨天盘中就已经出现了。那么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说，那这里是不是 Meta 可以抄底的一个位置？那么 Lucy 再来进一步分析一下啊。首先它到了我们第一个目标位，第二呢，它到了一个这个趋势的支撑线，第三呢，它现在出现了一个筹码峰的一个支撑啊，这里筹码峰是有一个支撑位的。那么第四呢，还有一个就是成交量的一个放大。成交量放大的话，我们是在内部课程里面有给大家讲过，这里出现了一个成交量放大呢，其实是有什么？有资金，这个小小的资金来接盘，而且是什么？它到了一个主力的一个成本区间。所以在这个位置 ，Lucy 大胆的预测，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弹，而且它从高点啊回调，已经回调了61.8%，这个幅度可不小啊。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 Meta 在这个位置，如果一旦出现了标准的是什么样的啊？是这样的一个绿色的阳线啊，绿色的阳线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绿色的阳线，那才是我们进场的一个标准。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形，那你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是如何预判的啊？我怎么能像 Lucy 一样学到这样的？其实这里呢 ，Lucy 用到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来给大家讲解的。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 Lucy 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礼物呢，就是我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这个战法里面呢，其实它是有这个均线啊，包括 MACD 啊，还有一个 OBV 的一个特殊的参数的设置，就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能预判到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发生，包括实时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那么另外呢，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课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你可以找助教老师呢报名参加。参加的方式呢，就是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边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那么点这个链接啊，就可以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4个字，就可以领取到了。另外呢，你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到 Lucy 的一个预判，包括做期权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张图表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英伟达呢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
其实它是纳指里面成分股比较重的一个股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走势呢是会左右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此前 Lucy 在这个位置预判了一个压力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再赘述了。英伟达为什么昨天还是会出现一根阴线呢？就是因为它的财报啊，它的财报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一下，昨天 Lucy 说过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此前在这个震荡区间呢，它的一个支撑位下沿，我们有去分析过这条线。那么这条线是前面的2个低点连线确定出来一条线，但是很遗憾，昨天在盘前的时候，英伟达就出现了一个破位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些机构呢去看空英伟达的这个财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跌破。所以这一轮反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资金参与，也就是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啊，都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走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英伟达昨天的一个走势的话也没有放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绝对不是我们去参与或者抄底的一个点。那反而它在这个位置破了压力位的话，其实它向下的动能还是比较强劲的。大家知道 Lucy 在判断一个向下跌幅的一个过程中的话，会用一个买空去对冲，买空去对冲就是 buy put 对冲。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 MACD，MACD 也能佐证我们现在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个零轴的附近出现了红色的柱子。学过 Lucy 的课程都知道，那么这个红色的柱子是向下的一个动能，而且已经显现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看它的一个财报。其实很多分析师都会预测嘛，预测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出现。那么既然现在资金已经投票了，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顺势的话，它肯定会向下的。可能有小伙伴说啊，这个图形不是跟 Meta 一样吗？但是你看下方它有没有均线的一个支撑？那没有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了。那么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啊，全市场这个跌幅比较大的争议比较大的这个特斯拉。那么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呢特斯拉很不幸啊，走了一个这个弱势的走势，破位的走势。此前 Lucy 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虽然补仓了啊，没亏钱，但是也没赚到钱，我们就出掉了。出掉了之后呢，我们昨天有分析过这种下降的走势了，现在已然给出结果了。而且昨天特斯拉它的跌幅还不小，它一度跌穿了10%，那么最后收盘呢是跌幅达到了8%，其实这个跌幅已经很大了。因为什么呢？之前 Lucy 有测过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跌幅，那么我们目标的位置呢是161.8%。那也就是298，其实它昨天的股价已经到过这里了，只不过说后面这个反弹收回去了一点，但是呢没有办法啊，它已经到这个位置，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我们抄底的位置，只不过说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一个区间。那假如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现在没有看到特斯拉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迹象，那我们向下呢一个区间就是200%，那也就是282这个位置。那么昨天 Lucy 呢有在这个栏目里提到，它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buy put 去对冲一下。咱们的小伙伴呢应该都听到了啊，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出来。所以呢，昨天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张图表呢就是特斯拉的期权的一个走势图，本周的一个合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红色框框里面的就是空单的一个展现。那么昨天的话是有一个5倍的一个收益啊，平均的话也有4倍。这个就是我们给到的一个策略，什么时候去 buy put。然后呢，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啊，从成交量上看啊，特斯拉的成交量昨天是有稍微放大的。内部的这个朋友们啊，在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放大的成交量代表什么啊？放大的成交量呢，代表是有资金分歧。那么可能有这个破位不想承担亏损的朋友，他可能是这个卖出了。但是也相应的，你有人卖出，就会有人去买进。那么买进的这些人能承接住这些筹码的，那肯定是机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资金去买特斯拉了，去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就看好了
刚刚 Lucy 说的这个区间，那么280左右啊，是否还会继续出现一个大的一个放量？如果有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抄底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目前呢 ，Lucy 给到的一个策略呢，就是我们在等这个位置放量的话啊，就去一个抄底，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观点。那么决战时刻就在今晚，英伟达财报成为了救市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份报告被市场视为呢是 AI 的一个产业的风向标，如果它的业绩超预期的话，可能会带动科技股绝地反击。但是如果说相反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么高估值的泡沫恐怕就要进一步的一个破裂了。所以说短期来看呢，英伟达财报决定了科技股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乐观一点的剧本呢，可能财报非常的亮眼，那么 AI 算力需求呢，其实还是会一路强劲的。那纳指或者可能会反弹至19500点。那么特斯拉和英伟达就是率先有望领涨的两只股票。那如果说不及预期，非常悲观的一种剧本呢，那就是说科技股可能会继续探底，而带来的这些资金的一个流向的话，就有可能流到防御性板块。那比如说像贵金属啊，还有保险啊一类的。当然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中概股的 AI 加消费的一些方向，可以对冲一下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好了，今天咱们的分析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我们明天见，拜拜。